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3季第19集。又是一周的星期一，早上7点，小新准时从床上醒来。吃饭的时候被老爸抢占先机，路上聆听妹妹无聊的萨克斯，上课被后面的小胖子恶作剧，午饭被好友误伤，下课放学后被混混们追赶，最后再一脸生无可恋的坐在沙发上。之后的每天都是这样，周而复始。身旁的人或事也许会变得不一样，但一样的是，他们都那么无聊。最后的最后，总是小新一个人像一潭死水一样坐在沙发上。小新看哥哥这样抑郁，就将奶嘴递给他。可惜小新不是眼镜仔，他拒绝了小妹，并告诉他，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这时电视里的一则广告吸引了小新的注意，那无精打采的秃三女孩正像他本人，生活只是两点一线吗？想做些改变吗？一道美丽的彩虹可以将生活赋予色彩，那些无聊的、生气的、严肃的人全都被彩虹送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这里就是海上天堂皇家游轮，它能带给人们一周的快乐时光。广告的结尾还补充了一句，所有展示出来的画面都只是冰山一角。几乎在看到的那一瞬间，小新就被俘虏了，更别说看到上面有那么多的娱乐设施，他激动的把遥控器都给捏碎了。他马上告诉爸妈想去这个皇家游轮一周游。金妈倒是很想满足儿子，但是因为辛爸天天请人吃牛排，家里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一旁的辛爸听到妻子话里话外都在指责自己，于是夫妻俩就花钱问题又一次吵了起来。小新只得失望的回到房间，他想看看利用自己的积蓄能否买得起船票，可惜呀，船上最差的位置他都买不起。金小妹劝他面对现实，他们都还只是孩子，能依靠的只有父母。这句话倒是点醒了小新，他将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出去大甩卖。很不幸，即使将他们全都卖了，还是凑不齐坐游轮的钱，就连他的晚饭都悉数卖给了辛爸。现在他的房间里只有他和那罐钱了。金妈看着儿子落寞的身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第二天，小新高兴地跑到了妈妈身边，他发现自己的存钱罐已经被装满了。这当然不是因为恶魔接受了他的交易，而是全家人卖掉了一些东西换来的。金小妹卖掉了几张爵士乐的真品唱片，金妈卖掉了家里那套最好的瓷器，金爸则被迫卖掉了他的迷你桌球台。知道家人们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，小新感动不已。不过辛爸就没那么高兴了，对他来说，全家游就意味着他要当一个全天候的保姆。如果他说的保姆是指一个24小时都在说话的男人，可能辛爸还是非常胜任这份工作的。近距离观察这艘皇家游轮，确实非同凡响。3层结构，外加一个露天阳台，船上的空间也被充分利用，娱乐设施应有尽有。但他们的旅途似乎注定充满波折，好不容易凑齐了钱，却被告知已经满员了。那艘候补的船光看起来就很无聊，看着大家这么失望，辛爸却很高兴。看吧，我就说全家游总是会很糟糕的嘛。尽管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，不过只要能占一次上风，就够他嘚瑟很久了。这时前台小姐姐叫住了他们，说可以将他们安排进皇家游轮里，只是房间不一样。没想到这个不一样是比原来还好的意思。哦，弄错了，这个不是他们的房间。小新郁闷的从梦中醒来，他就知道是假的，其实不是，他只是在升级了3次的房间里。看到私人卧室时，兴奋的晕倒了。完美的假期终于要真正开始了，充足的浴巾放着 DVD 的书架，幸福的感觉直冲每个人的大脑。这时游轮向导的声音自屏幕传出，我们唯一的宗旨是动情享乐。简单的介绍了游轮的各种服务之后，一张表格从门下滑了进来，这一整张都是享乐指南，各种游乐项目将1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。看到冰淇淋雪仗5分钟后就开始了，小新忙带着2位妹妹奔向了快乐生活。孩子们走后，就只剩下2位大人了，他们终于有时间做些爱做的事情了。在海上可比在陆地快乐多了，现在就连辛爸也爱上了这次游轮旅行。金小妹来到了儿童天地，说实话，她对这里并没有什么期待。没想到一个小姐姐走了过来，说经过筛选系统，她被安排和高智商孩子在一起。她一走进去就被一个女孩热情的拉住了，让她帮忙研究海洋酸度上升的影响，另一个则让她帮忙给海鸟贴标放生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有高智商的男孩子。金小妹瞬间被这幸福感冲击得头晕目眩，小新则是根据表上的日程挨个体会了各种娱乐项目，攀岩、魔术、讲座等等应有尽有。一家人再次团聚的时候，旅程已经过半了。金小妹给了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表示感谢，因为不是他就不会有这次的旅行，他就不会同时被2个外交官的儿子爱上。辛爸也很谢谢儿子，他们夫妻俩真的很享受，这样快乐的时光仿佛将他们带回到了生孩子以前。看着家人们如此高兴，小新自然也很高兴。这时向导来到了舞台上，为大家献上了一首回顾美好旅途的歌，抓住机会尽情放纵。几天之后，船将靠岸，在这里交的酷朋友回家之后不再有联系。夏威夷衬衫在这里很帅，回家之后什么也不是。一曲毕，看着大家都在鼓掌欢呼，小新却害怕地冲出了舱门。他意识到无论在这里玩的
有多开心，也只有仅仅的1周时间。回家之后又要面对爸妈吵架、妹妹消沉，还有自己那周而复始无聊的一天又一天。他觉得这次航行一结束，今后的余生就都是在走下坡路了。他已经能够想象，在临终之前，唯一美好的回忆就只有这7天时光，其他时候他都是面无表情的坐在某个地方。小新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，将此刻的快乐永远的延续下去。天空繁星闪耀，地上欢声笑语。此时，辛小妹正在和一个小男孩约会。男孩说他看到了比木卫三还美的东西，但他们都不及辛小妹。就说这样的情话，哪个小姑娘不会心动？辛爸辛妈正在玩颜色混合亲亲，蓝色的果汁加上红色的果汁等于2个紫色的舌头。就在这如此美好的气氛下，广播却响了起来。大屏幕里，威廉姆将军向人们发布了紧急通知。他说自己位于美国疾控中心，目前潘多拉致命病毒正在大肆蔓延，所以他们决定实施全球隔离，并命令所有的船只保持原地不动，等待通知。得知自己被困在了船上，所有人都惶恐不安，欢乐的气氛迅速被巨大的恐慌取代。没有人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小男孩的自导自演。看着人们相信了之后，小新并没有马上离开控制室，他还将热糖浆倒进了通讯系统上，确保这里的人没法打电话回家确认。小新的计划确实很成功，所有人都因为可能要无限期的留在海上而恐慌，只有他为着永远的假期而欢呼。12天后，完美的度假胜地此时变得破败不堪，船上充斥着腐烂物和破碎的布料。导游说，为了拯救他们这些健康的人类，这艘船将会抵达南极洲大陆，他们将会在那里建造房屋、狩猎食物，创造新文明。不过现在就只能依靠海鸥和藤壶强行续命了。末日降临，没有人再有心思讲笑话。搞笑艺人给大家的忠告，只有在抱抱家里的孩子。以前的豪华休闲水疗区，如今成了蛊惑人心的邪教大本营。此时，辛巴正拿着钱包疯狂撒币，这些命根子如今已经是用不上了。小新作为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自然没有背负恐慌，反而劝说爸爸妈妈该感谢病毒，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永远的恩爱下去。但是大难当头，他们哪有心思享乐？见爸爸妈妈情绪低落，小新又找到了妹妹，认为他和那些书呆子在一起，总该相处的还算愉快。哪知辛小妹的情绪更加暴躁，在他看来，这里的人可能就是地球上最后的幸存者了，所以他们正在夜以继日的记录人类文明。小新有些失望，为什么就没有人好好享受假期呢？这天，小新找到了妈妈和妹妹，他说发现了件好玩的事，美术馆要将名画扔进海里。母女俩没有丝毫接话的意思，他们一脸严肃，说要和他看电影。小新刚开始还以为他们看开了，决定享受假期了。然而当看到这部电影就是他用来糊弄大家的道具时，这小家伙当即打算溜之大吉。还好辛爸刚好从外面回来，拦住了这小滑头。辛妈带着儿子来到了向导面前，小新坦白了事情的真相，没有病毒，只是恶作剧。所谓的将军警告，只是托里特演的一部病毒电影。巧了不是，那个男演员此时还在船上呢。愤怒的人们包围了辛普森一家，他们撤回了对这家人所有的好感。虽然辛妈还想用爱来感化这些人，但还是没有改变全家被扔到南极的命运。去研究站的路上，大家都朝小新扔雪球泄愤。辛小妹更说，这个恶作剧是她有史以来最自私的。小新有些委屈，她做这些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。妹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爸爸妈妈从未像这样快乐甜蜜，她只是想永远留住这样美好的时光。但是她的老子还是想掐死她。这时，辛小妹呼唤大家来看大自然的美丽景观。只见在下面的冰面上站满了可爱的企鹅，它们从蛋到宝宝再到大企鹅，在这里能够看到企鹅的一生。小新却对这样的过程嗤之以鼻，在他的眼里，花一辈子的时间抚养企鹅根本就毫无意义，因为周而复始，小企鹅长大后也会继续这样。辛小妹却告诉他，企鹅们没有那么无聊，他们也会享乐。有一群企鹅就正在高地上滑行呢。但小新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，滑行就像旅游，短暂的快乐只会让人生更加无聊。辛小妹赞同哥哥所说的，诚然，人生是枯燥而无聊的，所以应当及时行乐啊。此时，辛爸也来到了儿子身边，你说的没错，所以别多想了，享受乐趣吧。说完就一把将儿子推了下去。在这场全家人一起与企鹅的滑行中，他们似乎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。多年之后，年迈的小新看着那些滑行的照片，终于能够在满足中闭上双眼了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该认真的时候认真，该玩乐的时候玩乐，才能不辜负人生中所有的美好。但快乐的时光如此短暂，总是让人充满遗憾。于是就有像小新一样的人，为了留住美好而不择手段。然而强行得来的快乐就像逆天改命，以为能够收获更多，却往往适得其反。其实平淡和精彩常常结伴而行，没有了平淡的衬托，精彩也就没有了意义。若人生只是一味的享乐，那么这些只属于我们的灿烂文化就将不复存在。人生就是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，即使再精彩的人生，也有大半的时间在不停的重复。反之，在平淡的人生也可以苦中作乐。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平凡的过一生，但每一个人却都能将它
过得精彩又绚烂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